但是美方跟中方之间，他们现在确实有一些的质变，好，包括什么？布林肯呢？现在很多人说他可能这个星期要到中国去访问，可是大家就在问，真的去得了吗？好，原因是因为呢，他现在突然讲了这么一句话，说先前不是被人家爆料吗？说中国好像在福巴这边投资，然后设施去监听美方的这一些船舰啊，或是空中上面的飞机。布林肯说，其实有哦，已经减缓了中国海外的间谍活动。原话怎么讲？我们来听听看。In fact,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the PRC conducted an upgrade of its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facilities in Cuba in 2019. It was our assessment that despite awareness of the basing efforts and some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in the past administration, we weren't making enough progress on this issue, and we needed a more direct approach. And that's exactly what President Biden instructed his team to do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好，上个礼拜我传出来的时候呢，我还记得科比他的讲法是说这个报道用词不准确哦，讯息不准确。我还想说，他是在否定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是说，因为是我们其实是有，但我们已经减缓了，所以是在这个部分不准确。大家就开始在讲啊，其实呢，在讲，比如说窃听啊，或者是搞这些情资活动，很多人都会只说，美方其实呢好像也是顾中翘楚，包括什么过往美国中情局曾经有做过一个心灵控制实验。好，那个时候呢，还有人在讨论一个案子，就说这位大学炸弹客的美方的人士叫做卡辛斯基哦，他其实呢16岁的时候就进哈佛了，好像就有参加过 CIA 所支持的心灵控制实验3年。那这个实验呢，基本上就是会利用各种的药物啊，或是生物制剂等等来控制你的大脑系统，甚至呢还被传出是以不知情的美加公民为对象，然后去影响他的行为。大家就开始在思考说，所以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是真的美中之间开始在情资上面要开始较量了吗？不对呀，因为这个美中如果真的要开始坐下来谈的话，是不是应该释出一些善意呢？好，现在呢就有人在讲了，其实啊说是要去中方访问，但来了又如何？好，因为现在双方之间的状况就是什么？就是我见奉命撞你见嘛，还记得吗？在这个两岸的这个中间台海这里呢，说是美方美军是指控中方的船舰是无节制的靠近。那现在这些负面消息一波又一波之外，也包括了他们的海防队，被称为呢是海岸防卫队，应该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土附近来守卫他们自己，有点像我们的海巡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但现在传出这个海湾防卫队呢，即将要来到了印太地区，过往曾经派到关岛来，现在不只是关岛而已哦，现在还要来印太的水域，整个增加巡逻的面向，还说这个是政府的第一优先要务。大家开始来问，所以呢，全家就是你家的概念，全球就是你家的概念，开始在做衍生了吗？美中之间的竞争还包括了什么？还包括在国际组织上面，因为现在呢，就发现了美国过往退出了教科文组织，好，那个时候是川普时期退出的，但现在他们决定要再加回去，原因是这几个字：避免大陆的影响力扩大。所以过往呢，他们这个会费啊，大概差了有6亿美元等等。好，现在呢决定要加回去，怕的是什么？怕的是如果中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头，现在正在制定的是 AI 的规则。如果在这一局他们没有加入，会不会就让中方来制定规则了呢？这万万不可，必须加回去。而且呢，在航空飞行的部分，他们也发现了，说好像很多人呢是在帮忙训练解放军的飞行员，所以呢，美方再一次的祭出了制裁，包括了43个实体，说原因就是培训共军的飞行员危害了美国的安全。那你也看到了，中方现在开始呢有一些相关的反制措施，德国智库就开始在讲了，这看出来的是，美方以前好像都是他们在做制裁这件事，但是中方呢已经也在学习使用制裁工具了。那现在呢也正在完善自己的制裁工具的政策，要来做出反制。因为必须要知道，美中2个强权之间，叶伦就曾经讲啦，说我们其实呢需要跟对方有更多的沟通，但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嘛，美债
虽然他们的国债上限提高了，但是之后还会必须再讨论，还是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所以国际上头，他们还是必须要好好的跟美国、中国之间彼此来较量。耶伦就直接讲啦，除了这个教科文组织之外 ，IMF 这些跨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也可以跟美方好好来沟通。那我们也需要呢用行动上面让他们来倾向我们的利益，来帮我们说话。而学者说，美中的交手现在看得到的是，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往的温良恭俭让，会采用双轨的策略，也就是说，硬的部分更硬，软的部分呢，他还是愿意跟你沟通，但是呢，现在就是防擦枪走火，经济的部分。科技的部分持续的，美方这边没有软下来，而且已经进入了大战的深水区了。人工智能 AI 晶片是现在讨论最热烈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没有办法回避的。那现在双方在讨论的就是，到底要如何来突破底线，以及突破那个科技的界限，还有的是什么？还有的是来拉帮结派。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的报道啦，说美方现在呢不仅延长了台积电、三星在大陆半导体的业务豁免期，甚至还允许扩张。是不是因为在科技这一站，他们也发现了？大家都要吃饭嘛，你什么都把人家禁了，人家怎么会跟你在一起？所以开始有一些放宽了呢。因为现在在大陆、在南韩这里发现金融危机的警报。好，因为呢出口连八黑，半导体这边最明显跌了大概有36%，就担心这会不会变成世界经济的金丝雀，是在告诉大家，我们在这一块已经快要有问题了。回过头来请教郑源博士，怎么样来看大陆现在说在古巴这边设窃听设施，第一时间美方的回应是不准确报道，但是像布林肯说，是以前有，现在在我们任内减缓了。情报本来就是一个隐蔽的战线，中国大陆在全世界它的友好国家里面部署情报收集系统，这是很正常的。古巴就是中国大陆的友好国家，就像说美国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菲律宾部署很多的情报收集的电子设施，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它的势力范围哈。所以这个没什么好争论的。至于说前段时间说中国付了几十亿美金给古巴，什么提升多了不起的电子的侦察设备，那个倒是不必要的。我看不出那消息有正确性，理由很简单，因为什么？他就直接跟古巴买情报就好了，他干嘛就搞这什么很复杂的事情？美国呢，在中国大陆部署的这些情报网，可能才是真正的部署很久的哈。但是 CIA 竟然在多年以前搞出所谓心灵控制，产生所谓哈佛大学这个炸弹客的怪物，那个叫咎由自取啊，自己过度聪明，想太多了哈，想到这种怪招。事实上，这个东西没那么容易吧？在军事方面呢，中美两国的对峙还会摩擦下去了哈。因为你到台湾海峡、南海的活动，中国大陆一定会尽全力来给予阻拦。现在只是前菜而已主菜还没上场。美国派的所谓海岸防卫队来亚洲地区巡逻，又能怎么样呢？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它的规模绝对是比你美国的海岸巡防队到亚洲来的规模还要来得大。你们来只当漏颠子而已啊，不是我在挖苦美国人心术不正，想太多，一点用处都没有。派的这种卤肉脚到亚洲来，又怎么能够耀武扬威呢？美国要制裁中国，当然会继续进行啦。可是越制裁的越是枝微末节，越没有用处。那至于有些媒体担心说中国会效法去制裁美国，也许想太多。因为第一轮的话，美国不断的出拳，可是中国呢是有被打肿几个地方肿起来，可是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美国又有什么多余的办法呢？耶伦想说，哇，要用 IMF 还有这个世界银行，使得中国的势力可以受到遏制。现在麻烦是 IMF 跟世界银行手上的现金，比起中国人民银行手上的现金少很多，你怎么去应付啊？就像说，哎呀，我这么一点钱，我就跑去挑战王永庆看谁钱多，我觉得很搞笑的一件事情。至于有些学者讲的是有的没有，听听就好，因为他们讲的话也没有经过大脑那 AI 的晶片不是一种，是很多种，种类很多，族繁不及备载。现在
我倒是乐意看到南韩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于经济崩盘，我就看美国怎么救它。因为这种这个自作孽不可活的南韩如果爆发经济，然后美国又救不起来，那个就是亲美的下场，也可以给台湾做一个很好的教训。好，我们要来讲的是其实现在在两边之间，当然啦，大家开始在拉帮结派。我们现在国际上看到的，他们开始有各自的战略需求。但要请教赖老师，在各自战略需求之前，中方这边不是一直讲吗？我们要怎么回应你？要看你的诚意。但我们却在今天看到这样一个讯息，说，美国的海防要开始增加印太水域的巡逻，而这个事件呢，就在美国媒体说布林肯要去中国之前，您怎么样看？美国要怎么扩张它的这个海岸巡逻队因为海岸巡逻队它基本上来讲是对于12海里领海内的管辖权，还有对于它的经济海域的这个经济捕捞作业的本身的秩序的一个维护权所以它是属于白色海军近海的一个防御。那如果说美国想把它的这个平海战斗队或者海岸巡防署往这个亚洲国家来去移动的话，它会面临执法上的问题。那还有它会涉及到说跟当地国，对，因为他是警察，他不是军人，他是警察。那这些警察他本身要跟当地国签约，可是问题就在于他也只能够在当地国的执法权内。假设了，我们这样看，假设他跟菲律宾签约好了，菲律宾签了一个协定，然后他要在菲律宾的这个经济海域或者领海这个地方来执法。可问题就在于，他即使跟菲律宾签订了。但问题，它不能够代表菲律宾的主权，跟例如说，假设中国的船舰过来，更何况在有争议的这一些海域跟争议的这些岛屿，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涉及到军舰也会介入，因为它牵涉到主权的维护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美国是想扩权，但是问题就在于它如何执行，这有困难。他前段时间跟菲律宾还有把日本也带来，说在这个菲律宾的海域进行联合巡弋的话，你看中国大陆就马上宣布在这个海域中进行了，因为他要在争议的海域，例如说在仁爱礁附近进行巡弋，中国就宣布在那个地方进行导弹的军演。美国的船舰都不敢进去了，这个代表什么？中国在维护它的一个主权。不过，我觉得每一次布林肯要到中国大陆来访问前，就会爆发一些事件。例如说，他前段时间要去中国大陆访问，就爆发了气球的事件。这一次他又宣布，不是他宣布又放出风声说他18号要到中国大陆来访问，古巴的事件又发生了。那问题就在于，监听是世界各国都在做的事。尤其是美国做的最频繁。美国，你敢说你没有在日本、在韩国，甚至在东南亚的其他的国家，你没有对中国大陆进行监听吗？有，监听站大的不得了，到处都在设监听。那你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古巴的事件就出来了？其实是什么 ？CIA 也好，或者是美国的军事的五角大厦也好，有一些人就是不想布林肯到中国大陆来访问。所以是这样吗？来，岳老师您怎么看？我最喜欢做这种判断，就是3个消息放在一起，我敢讲，布林肯来不了了。6月18号要来，今天都13号了。原来讲古巴的事情，这边看到 TVBS 6月13号讯息就是今天嘛。原来是国防部的发言人说这是个谣言因为华尔街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里面讲了这个消息以后。美国的国防部的发言人讲说这是个谣言，所以说因为这件事情，古巴本身1962年的古巴危机就是非常敏感的，牵涉到了核弹所以说的话呢，要来引发，所以这个谣言的过程当中，然后布林肯又讲了这个事情，这个跟气球事件的杀伤力差不多。我敢讲，很多人都说他放消息，到目前为止问的大陆的发言人汪文斌讲说，无消息可奉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5天内要准备美国国务卿来访，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觉得大概率来讲他是来不了了。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就是美国自己主动在这个川普的时代退出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事情当中，当时有3个理由他退出。对，3个理由退出。第一个理由的话就是嫌贵第二个理由的话就是改革不力然后第3个理由是不准许以色列发展。教科文组织非常重要它里面做的事情是为了穷人的受教育的能力，还有妇女的问题教育。
美国人退出刚好呢，大陆本身插入，然后呢扮演了软实力，尽量以和平帮助妇女受教的权利为主。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影响的范围极大。这个教科文组织在整个对于大陆的形象的建立的方向，对于美国形象的迫害非常大。那现在的话呢，在布林肯宣布讲了什么 AI 规则以后，要讲说美国突然发觉不贵了，要花6亿。我在这边告诉大家，美国当初退出的时候是5亿美元，现在加1亿，这是大陆唯一的条件。进来可以欢迎但是把这个欠的钱汇款先全部补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大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确实是表现得非常好。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最近呢也很多人要讨论一下，就是中方到底，我们刚刚讲到的在科技、在半导体这一块，还有一块也很重要，这个是太阳能这一块。因为呢，最新的一个消息，网络上面、微博上面很多人在讨论，说看到了，因为最近呢说，其实在欧洲这边慕尼黑这里有太阳能一个蛮重要的年度会议，结果中方这边很多人高管过去那里开会，说有一位高管一下飞机之后就直接被人给带走了。那大家开始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有知情人士讲法说，被带走的这个人呢姓朴，而现在是已经回到了酒店去了。那个场景大家想到的是什么？是当年孟晚舟事件，会不会有孟晚舟事件重演呢？太阳能这些业内人士的讲法是说，这个那个应该不太一样，这应该是跟这个当时欧盟针对中国太阳能产品所发起的双反，包括反倾销等等的调查有关系。但是他们讲的可能是一些比较小型的企业，他们现在有一些税务等等的问题。不过这件事情是让中方的太阳能业感觉到震惊还有愤怒，说有要求德方这边来正式的道歉或者是赔偿，担心会影响到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现在呢，对于中方来讲，他们是有一些危机感的，在方方面面上头，因为现在也传出了习近平呢，在过往这几年是不是已经有10次的警告了？因为在过去5年开始，我们最近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的重大考验。这里头很多人都会认为，讲的当然就是美中之间的一些国际上面的情势变化。最近呢，你也会发现了，这2年他们很强调什么14亿万人的碗要端在自己的手上，因为你也看到了，他们也开始摆脱谷物爆买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是美国的农业部，他们有特别提到一个数字了，他告诉你说，其实现在就有看到中方这边已经取消了原定4月下旬到5月中旬进口的大概有110万多吨的美产玉米，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相当于美国1年对中的出口量的7.4%，也是一个蛮大的数额。那所以现在其实英国卫报告诉你了，中方他们在做准备，包括从先前俄乌战，到现在未来他们对自己的国安战略的想象，要防的就是食品能源被禁运。好，所以呢，这个卫报中国的战争基金还特别讲到，说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他们认为自己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食品还有能源的进口是不是太过于依赖外头了？也因为这样，能源的部分一再看他们有一些战略的布局。现在这个布局呢，说有大概4大通道，好，包括俄罗斯这边，你可以看到近年来特别是在俄乌战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往来，还包括什么？包括了中哈油管这个地方，中亚5国的这一块，以及在最近在沙国这边，他们有一些中阿的商贸往来。中国的国家能源局长也去中东访问了，他要谈的就是油气还有核能的合作，这一些新项目的合作，他们直接的跟官方这边来对口。同时呢，双方在电动车的制作部分，也开始有更多，包括了56亿美元的合作协议。他们的投资大臣就在讲嘛，我们都知道，沙烏地阿拉伯这里他们不是想要做能源大国而已，他们还想要多角化经营，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赶快去访问，我们希望我们双方的合作不是只
止于基建或者是能源而已。而 Fox 呢，这个福斯新闻特别的强调说，其实如果你从这个图这样子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了，中方正成为一个新能源的超级大国，未来他们可能会由他们来主导一些能源方面的面向。好，特别是呢，在汽车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已经是中方一个新型的武器，新型的一个战略目标了，包括了他们的价格优势，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要直接直进美国？美国车业就讲啦，说他们看起来啦，现在福斯啦，或者是这个福特啦，或者是通用啊，这些市场份额，特别是在电动车这边的份额，已经很明显跟中方出现了一些落差。所以是不是进攻美国市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美方这边会如何来因应？如果从一个大战略的思考来看的话，又是要如何布局？那请教一下郑源博士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当年孟晚舟事件其实就是美中之间在较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又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又想到了当时那个事情。其实不必把它跟孟晚舟的联想在一起哈，因为这两个中国的太阳能光电的高管是在慕尼黑。德国根本没有本钱跟中国叫板，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美国跟加拿大有实力跟中国叫板，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出口到中国的比例非常的低，但是德国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不必担心。因为德国也经不起中国在他境内逮捕2、3个德国人做敌场人质因为一来一往有理不来不往返一下，实在没有礼貌嘛所以不用担心。但习近平的一个警觉心是没有错因为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能够对于中国安全的弱项做出高度的警觉跟一个强劲的准备，中国才有办法民主复兴嘛，才有办法中国崛起啊。至于最近日经所报道的说，中国放弃的对美国进口玉米的订单倒是没有政治原因啦，因为一定要取消。为什么？因为美国玉米的价格比巴西的玉米贵太多啦，贵了将近快30%啊。原因在于巴西最近突然间气候特别好，玉米收成特别的多，造成说巴西的玉米价格非常的便宜。那中国很多的厂家就取消美国的订单，宁可被罚一点定金的钱，宁可转向去订这个巴西的玉米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经济操作，可是这样一番操作也使得美国的玉米价格下跌所以这个是这个没有刻意要给拜登出麻烦的意思啊，纯粹是商业操作，美国人不用想太多了中国要不要解决能源的自给自足的问题就是真的很困难，所以要靠外界来供应。因为中国也有全世界非常丰富的页岩油的开采潜能，可是中国运气不太好，所有的页岩油都离水很远。但现在要开采页岩油一定要有水，大量的水量，所以中国目前做不到，那只能从外面进口。那进口主要还是要靠西北跟东北，从俄罗斯跟中亚来进口，因为西南部分还有马六甲海峡，就是美国军方觉得它可以控制的海岸那就要看中国未来的这个航空母舰成长的速度如何。那如果足够的话，那这个印度洋跟马六甲海峡也就不必担心了沙特阿拉伯是未来中国除了俄罗斯以外最好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可以提供很多的能源跟中国进行交易，中国可以给俄罗斯在金融工业方面很大的支持。可是如果有了沙特阿拉伯的话，中国更是如鱼得水，因为有了能源的供应，又有了资金的供应，对于中国不管在推动大安区或者大湾区计划或者其他的计划，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中国的电动车现在已经逐渐形成一个霸主，这也象征着日本汽车跟韩国汽车的衰落。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来带您看一看这个能源市场要怎么样来看它的战略思考。
好，我们说啊，在最近这个美中的较劲当中，其实在中方这边，他们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国安战略。那现在呢，有要确保习近平下令说要确保供应稳定之外，除了粮食，另一个重点就是能源了。来，老师，能源对中国大陆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啊。那大陆本身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制造业还是一样的兴旺，人均所得越来越多，所以它对能源的需求量只有会越来越高，而不会越来越少。那在这个情形下怎么办？那第一个就是核能。可是中国大陆核能大概只占它所有的总电力的发电大概就5%左右，所以它的空间还很大。一般来讲你要到10%到15%。那以大陆来说的话，它当初核能的一个发电啊，它基本上的技术，刚开始是引进法国，然后中法合作，那现在这个土地已经成为师傅了，那一起那么输出到海外去。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核电厂的兴建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跟进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核燃料。那核燃料哈萨克那边可以供应，还有朝鲜半岛的朝鲜也可以来供应啊，这个都是，还有俄罗斯也可以。那除了但是核电还是一段时间，然后另外就是光伏，那也就是太阳能产业这个部分里面也可以满足中国大陆的一部分需要。其实还有一大半，那就是有关于煤矿跟天然气跟石油。那在更干净的，就是火力发电中更干净，当然就是天然气。那对中国大陆一个需求量这么大的情形下，在过去是透过海运是不够的。那俄罗斯的这个供应在以前啊，它的天然气管跟石油管，其实在很早以前它就盖起来了。那俄罗斯在当时一直在思考的就是要优先满足日本还是满足中国大陆。可是，在过去俄罗斯对中国大陆的双方的信任关系没有到很高，所以你看他那条管线，一直到最近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搞坏，所以才开通了。管线早就建好，大量的开通是这几年的事情，这几年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中俄关系的改善。从习近平上来以后，增加了复兴基础以后，从俄罗斯获得稳定的能源，接着那当然就哈萨克那边的，也就是中亚地区。那这一次中亚地区的能源也都建起来以后，可是问题就在于海上的能源还是很重要，因为从中东这个地方进来的能源，那怎么样来缩短它的海洋通道的负担？那当然就是一个就是从这个巴基斯坦进来，对，另外一个就是从缅甸的石对港，所以这个瓜达尔港跟石对港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港。那在这个情形下，对大陆来说，它的海军就显得很重要了，因为你看，连半导体美国都敢对中国大陆下狠手。那对于能源通道、海上通道来说，美国你也不能排除它会下狠手。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对大陆来讲，建立大海军这一定要走的路。所以建立大海军的目的就是保持它的所有能源通道的安全，也就是海洋通道的安全，一定要靠着大海军来维护。是，所以看到了，在这个图很明显的告诉您了，其实呢，能源它现在有4大通道，这里头就有2个可能会经过海上，那海军的力量不能漠视。不过呢，等等广告回来，我们要请这个苑老师好好帮我们总结一下，还有哪一些观点我们可以好好来思考。节目最后，我们要请苑老师帮我们总结。我讲2个消息啊，就是有关于我常常去大陆的时候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大陆对自己的生存的危机意识非常强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食与能源。所以这边举的话呢，可以说是他们在维护粮食自给自足上是一个冰山一角。大陆人口多，吃的不够，一定要靠进口，但是进口的管道一定要能够畅通，这个是当成国家战略计划。另外能源的话呢，大陆现在非常走运就是几个能源大国，包含俄罗斯跟中亚，还有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全部都是能源就是往中国这边运送的过程当中，外交关系的进步，但是要确保海上还不能够完全确保陆上，所以为什么我刚不久开了中亚峰会？另外的话呢，我这边要提一下大陆的新能源车，我在这边强烈建议大家，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请到所有的万达广场你去看一下1楼的新能源车。
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现在呢，网络上面很多人是去这个地方留言。今天如果搜寻这个脸书上头呢，这边应该会告诉你现在人气最热，他是谁？他是迪英。好，原因是因为他接受了媒体中评网的一个专访，他提到了两岸都是自家人，必须要追求和平。好，同时呢，他强调他的观念是他认为两岸都是中华民族，到底为什么要打内战呢？他还特别提到一点说，民进党的去中化，他觉得很奇怪啊，原因是因为台湾每一年赚这么多的人民币啊，既然要去中，为什么就要勇敢啊？不要去赚人家钱，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赚人家的钱呢？所以他不明白，而且他认为台湾应该要设法避战，不要去挑衅人家，因为他说，你看看现在乌克兰的下场就知道了嘛，不管说是赢还是输，下场都会很惨。好，他接受的是一个中评社的访问，可是呢，在他的脸书上头就会发现了贴文底下被人家出征了，大家会问他什么？说你先管好你的儿子吧，还有说你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把儿子管好，其他的你不代表我们发言。其实呢，迪英他的讲法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观点、一个想法。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说他身为一个母亲，他自己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这个人他心里头也有声音，这个是虞美人。好，同样的，他这一次呢，他就讲了先前他讲的一个委屈和平，说现在持续的还是在网络上会被炮轰。他今天讲啦，他说基本上他觉得对和平有多在乎就可以多委屈。他说他不会因为别人的炮轰就改变他原本的说法，还有他原本的逻辑跟信任。好，其实呢，现在两岸这一题一定会是在明年大选当中最重要的一题。那大家就要问了，两岸关系到底三组候选人现在怎么看呢？来看看侯友宜吧。侯友宜呢，他在前几天他讲了这么一个西边，大家就开始问西边到底在讲什么。今天他说西边是两岸，我们来看看他的原话。是特别用西边这个用词。其实最重要的在西边里面，两岸的关系是最重要，当然还有包括其他的，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稳定台海局势。好，他说西边呢，就是在台湾的西边啊，两岸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啦。但是呢，他也特别强调了，他说在这一次选举当中，他认为恢复两岸和平是这一场选战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点。他特别强调说，赖清德一直在说自己是和平保台，但他觉得讲的不准确。他说赖清德讲的是和平保台独，因为呢，他认为你必须两岸之间要交流，到底赖清德，你的基本的信念是什么呢？特别他还强调说啦，如果这一仗没有打赢，还是民进党赢去的话，他认为说谁来守护中华民国？好，赖阵营这边马上就回呛了，他们的发言人讲啊，说哎呦，你们老是喊说民进党的人选上，谁来维护中华民国？好像我们选上中华民国就会灭亡一样。你看蔡英文他不是也选上了吗？中华民国不是没事吗？你们是选举老招是不是？不会讲这个就不会选了是不是？民进党就直接这样回呛，变成说中华民国好像他们也同意，他们也认为是对的。但是呢，在选战当中，你的基本立场以及你的基本论调是什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在选前讲清楚、说明白，因为这是大家投票的一个依据嘛。这个人他是柯文哲，柯文哲呢现在则是被这个亮哥直接讲了，讲说他这个偏蓝的票好像吸的比较多之后呢，现在是不是开始也要转换一点路线了？因为呢，他有特别讲说他去了日本之后，好像对柯 P 听到了日本这一边安倍亲信的实话。他讲说这一位呢叫做世耕弘成，好。他曾经告诉柯文哲说，台湾是不可能加入 CPTPP 的，原因是因为要所有的会员国都同意，那一个不同意就不行了。那他认为呢，一定会有对岸的因素，所以呢，台湾不可能会加入。换句话说，他觉得先前民进党的这个做法，他觉得
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好，那大家就要问，那什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柯文哲就讲啦，我们必须要从源头去思考。如果你觉得最重要的国安呢是在于两岸之间，譬如说网军啊、网络的对垒的话，他就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瘫痪大陆的高铁，还有 ATM。这个一讲完之后呢，对岸的网友马上就讲了，攻击金融系统不就等于开战了吗？那大家也在说，那这样子是不是其实你的思维跟对岸真实的状况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对岸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用这个支付宝啊，或是用手机支付，很少人在用 ATM 了。那过往呢，其实在民进党内或者是偏绿的媒体，他们曾经讨论过 ATM 这件事情。好，那个时候呢，郑弘仪大哥听完之后还笑了，原因是因为台师大教授范世平就在讲说他听过中国有个地方大停电之后呢，很多人就没办法买东西，因为钱都在手机里面，都不用现金，就什么都动不了可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是好像没有这件事情，因为大陆网友都在问，到底事发的时间在哪里？你从哪听来的？真实的情况 ，ATM 动不了的是台湾。当年2017年全台大停电的时候，还真的有人在停电的那一刹那去领钱，结果呢卡在里面，钱出不来，6000台的 ATM 停摆。那个时候还很多人做新闻说，学会3步骤你才能自保，领不出来的钱或是领不出来的卡要怎么拿回来？真实的状况发生在台湾现在美中台之间的关系，大家就在说会牵扯到所有世界的局势，而美方呢，现在孙小雅他们开始有一些说法了。他们的讲法呢，就当然是希望说，是不是美中台可以好好的互动啊，好好的对话？学者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不希望台湾变成美中互动的一个变数。好，原因是如果说美台这个美中之间要真的想要继续对话，看到最近呢越来越多高官在护网了。那如果两岸的议题会变成变数的话，就不利于美国他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而近期呢 AIT 的主席来台面试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在讲了，这是不是证明了其实他们正在精准的校正台海政策呢？又或者不是的话，他为什么要偷偷的跑这么一趟来做这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在外国媒体也特别提到了，美国真的在台海关系当中是挺台湾的吗？好，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他们说要制定台湾撤侨计划，白宫虽然否认这件事情，好，但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报道，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或第一次听到，到底美国如何在两岸关系当中，来告诉我们他们的立场是什么，他们想做什么。回过头来要请教委员，怎么样来看？迪英他说出了自己心里面的话，两岸都是自家人，必须追求和平，但在网络上被炮轰了。迪英跟虞美人讲的是一个事实，因为所有的兵推都证实一件事情：台湾的海空军在第一个时间全部会被歼灭。台湾的陆军至少死亡8万人以上，也就是陆军也会全部瘫痪。然后去追求和平，当然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价值。可是两岸追求和平，就代表台独不可行，台独没机会，台独要消失。那对于很多主张台独的网军网民，他们当然受不了，就会主动去出征敌英跟虞美人。但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这些出征的所谓的键盘手啊，他们就跟林飞帆一样不当兵，上了战场2个小时就变尸体，也没什么无山小路用的东西，所以只会在脸书上啊、网络上发挥它的功能。讲得不客气一点，都是废物，都是渣男。至于这个侯友宜，目前还没有把他对两岸的论述说清楚，但是他目前有开始一个纲要，他认为这个赖清德的和平保台就是和平保台独，没有错啊。赖清德所开的条件里面，唯一不放弃的就是台独。可是问题，台独跟和平是一个互相冲突的矛盾的议题，赖清德也无解。但是这方面呢，可能侯友宜要再加把劲。柯文哲想的是实话很多人都说台湾要加入 CPTPP 是不可能，而且是由安倍晋三的亲信来讲，那更具有代表性。那民进党政府不断的吹嘘要加入 CPTPP， 说我们必须吃来猪买军火，看样子又被柯文哲给泼了一等冷水。柯文哲讲的当然是半笑话，而且又半有含义。
它的含义就是说，台湾年轻人你怕当兵啊，没关系，你可以当网军，你只要在键盘上玩一玩就可以把大陆的金融系统、交通系统还有防空系统给瘫痪掉了。这可能性有没有？有，但台湾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啊，因为那个超乎这些网军的水平，远远超过唐凤的水平哈，所以不用想太多，唐凤的水平只能定面线而已哈。台湾的网军大概也是个水平，看谁就知道。范世平跟郑弘仪的对话，就知道他们两个最好改姓白，一个叫白世平，一个叫白弘仪，因为不是白目就是白眼狼。怎么说呢？他竟然不知道台湾的基地台，全世界基地台是有储能系统的。他竟然不知道全世界所有每个储能系统都是靠电池发电的，充电是备用的，只有 ATM 是要靠什么电网来连接的。两个性质不同，这两个人还敢在这里大拉拉的讲，所以你知道吗？台湾停电的时候，手机会不会通？手机会通啊？为什么？台湾的基地台是用电池储能电池的。那停电的时候，银行不能动，因为 ATM 是靠什么？靠电网的。这个基本常识，这两个呢不知道所以以后范世平要改成白世平，郑弘仪要改成白弘仪，就两个大白目白痴的白。这个听说不能讲这句，不能讲这个。我们还是要尊重大家不要有人身攻击。白目可以了白目可以那孙小雅讲的话是正式的传达美国的命令，叫做这个奉美承运，白宫照约，就是告诉你台湾的3个总统候选人要想办法跟对岸来交流啊，如果不能对话、不能交流的话。可能不适宜当总统。至于孙小雅这个话，看各方面怎么解读啦。不过赖清德很机灵早已经跑在前面。他不只是要跟对岸对话交流，他还跟习近平蹭饭吃。他说他想跟习近平共餐共饭。如果是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么讲已经会被打成中共同犯人。但是这个赖清德讲要跟习近平一起吃饭，好像。民进党网军就没事一样子的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但不管如何啦，美国人呢已经把台湾撤侨计划已经写得很完整，我公开讲已经写得很完整了。你看最近在桃园机场做军事演习，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证据，因为他们逃亡地点就是什么？就是桃园机场撤侨就是桃园机场那台湾老百姓还看不懂吗？我们要请教赖老师了哈，原因是因为其实呢，在这一次两岸当然就包括了美中台关系，但现在呢，学者开始直接的讲了，说他们发现美国现在的一个动态不太一样，好，包括了孙小雅，包括了这一次 Rosenberg 来到台湾，他们一些做法，他说是因为怕现在呢，美国正在推动他们自己跟这个中国沟通的方向，那两岸关系要变动的话，会影响到他们原本的步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方式途径是错误的，刚好相反其实美国唯一怕的就是两岸间就是我们的3位候选人中有人主张9·2共识，只要有人主张9·2共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美国不管在南海、在东海、在钓鱼岛，它都没有任何操作空间了，它也没办法打台湾牌了。这个在过去曾经证明过，也就是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宣布9·2共识。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刚好就在奥巴马总统时代，奥巴马完全没有办法打台湾牌，完全没办法打，因为没有任何空间。因为什么？因为连台湾两岸都主张一个中国的时候，美国怎么再打台湾牌？所以那一段时间是两岸关系最好的时候，也是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空间、活动组织最辉煌的一段时间，也是中国大陆在联合国也好，或者是在世界上也好，它本身在外交空间中，中国大陆耍得最开的时候。所以我们两岸之间都获得最大的好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外交这个竞赛了，我们没有这个外交的这个斗争了，我们也不用再搞这个金钱外交的，两岸都完全没有。那两岸的邦交国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操作的空间，完全没有。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其实对台湾好，对大陆好，可是美国人最不喜欢。所以美国人其实孙小雅来，他最主要的这个罗森伯格来，或者孙小雅，其实他们最担心的就是3个候选人中有人主张9·2共识。他不怕你台独的，他根本不怕。为什么？因为台独的这些人是被美国人捏在手中的。为什么？台湾搞台独的都是假台独，
为什么说搞假台独？如果台湾真的是搞真台独的话，你李登辉的时候就可以宣布独立了嘛？他不敢啊，李登辉多凶悍啊，军队都收编了，他连军队都被李登辉收编的李登辉都不敢宣布独立。那你看陈水扁8年也不敢宣布独立，蔡英文到今天为止，军队也都收编了，警察也都被他收编了，他敢宣布独立吗？不敢。所以你很清楚的看到，就是台湾没有人真的搞台独，都是假台独。为什么？执政的时候不敢搞台独，在野的时候满嘴喊台独。我觉得敌英被1450出征，你是光荣的，根本不用怕那些1450，因为1450刚刚郑元兄已经对他们定义定得很清楚了。这些人只躲在键盘上的人，你瞧不起他，因为他毫无用处，他也没什么作用，他只能躲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面，在那边用键盘上来去攻击人，对人做人身攻击。不用在乎这些人，也不用怕他，他到你的网页上写越多越好，根本不用怕他，网量那个热量越高越好啊，根本不用怕。重点是在于，你看现在3位候选人没有一个人敢讲9·2共识，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敢讲台独，你就可以知道赖清德根本就是假台独。他如果真的台独的话，他应该在这次选举中就应该告诉大家说，我就是台独的金孙，我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我就是要搞台独，我就是要把中华民国消灭。他也不敢说啊，他从来不敢说啊，所以他是假台独，他从来不是真的台独。那柯文哲最近荒腔走板呢，坦白说，他荒腔走板到让我都有点惊讶。没有钓鱼岛的主权就没有捕鱼权。这个是一个很简单而基本的道理，你不能够说啊，因为有一些渔民跟你反映，有一些渔民跟你反映说他很在乎的不是捕鱼权，可是你应该跟渔民说，没有主权就没有捕鱼权，不是吗？来，请教岳老师。我的观念上跟赖老师有一点不一样啊，就是我认为孙小雅的位置讲出来这一句话，就是昨天还是前天的观念。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因为孙小雅她这个位置的话呢，她其实讲起来算是我们说是地下大使，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呢，就是美国驻在台湾的最高的外交部的代表。那么他会讲说 absolute support 绝对支持，就是说美国会绝对支持3个这个候选人都会展开与大陆的沟通，这个讯息的话呢，所带来的表示一个。我比较相信政大这个外交系的这个老师系主任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解读讯息的时候呢，就会发觉美国呢现在可能呢在这个3个问题上来讲，他的态度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3个候选人啊，他们的脑袋已经僵化了。那个赖清德就不要讲了，那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我们就没什么好讲。那柯文哲现在讲这种话，基本上是冒犯了大陆了，就是说攻击什么，这基本上就柯文哲讲的话，有点像是赖清德讲说要跟这个习总书记晚餐一样，毫无意义了。那我也不愿意评论。但是的话呢，这个侯友宜这边讲的话，我很搞不懂。现在大家普遍认知他就是浅绿，所以我们遗憾的是3个候选人只有深绿、中绿、浅绿这种不同。因为他有一句话他是讲不出来，什么叫西边？像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在台大哲学系就鼓励我们博士生大胆西进，这个话他都不敢讲。我现在侯友宜我送给你免费使用，不收你专利费。大胆西进，台湾人叫大胆西进，要学周杰伦，要学林志玲，要学五月天。要大胆西进，要像敌意一样强调，你既然在大陆能够挣这么多钱来，你就逮到了这个机会，你要大胆西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机会都在这边。我们的年轻人当中，做网军之外能做什么？我自己跟年轻人接触最深最远。我们每一次的博士班有人来做评鉴的时候，我都说你一定要把年轻人的博士的出路考虑进去，否则读这个哲学博士管啥用啊？你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想进去，这样子的话，让别人才会了解到，我们对大陆来讲是不但能够解决我们的和平问题，也是我们的民生问题啊！这一点，侯友宜你要听进去啊！好，其实我们来看到的是，我们刚刚谈到了美中台关系，美方现在对于台湾跟对岸两岸关系是不是开始有一些变化？这我们刚刚讨论的。